泽伦斯基赴美前夜，基辅遭俄空袭，释放了什么信号？空袭升级，莫斯科多座机场被迫关闭。乌军稳住多条战线，俄军推进受阻。乌军推进胡利亚波列，俄志愿军创始人阵亡。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当地时间12月27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停电与停暖迅速蔓延全城。就在外界还在讨论俄乌冲突是否可能迎来降温窗口之际，这样的打击究竟意味着什么？战争真的正在走向谈判，还是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推进？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基辅州州长卡拉什尼克和市长克里琴科证实，俄军在这次行动中继续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和导弹，目标直指城市基础设施。基辅市政府随后通报，空袭导致超过2600栋住宅楼的供暖系统瘫痪，数百所幼儿园、学校以及社会设施无法正常供热。乌克兰空军的说法更为具体，27日下午，乌军确认，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519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不过，乌军击落474架无人机、29枚导弹、10枚导弹和25架无人机，击中30个地点，残骸落在16个地点，伤亡也随之出现。基辅市政府和乌克兰国家警察局表示，截至27日晚，这轮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46人受伤。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大规模轰炸导致基辅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全市大约1/3区域失去供暖。而此时，基辅的气温正徘徊在0度左右，周末夜间最低气温预计会降到-8°C。瑟比加直言，这样的袭击说明莫斯科并无达成和平协议的意愿。俄罗斯对和平努力的回应只有无人机和导弹，时间点也格外敏感。就在这次空袭发生之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正准备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关键会晤。双方计划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讨论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泽伦斯基在 X 平台发文称，俄罗斯这次动用近500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说明俄方并不想结束战争，而是试图通过制造更大痛苦，向乌克兰及其盟友施压。他还补充说，不只是基辅，乌克兰其他城市同样遭到新一轮袭击，全国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同一天，泽伦斯基与多位欧洲领导人举行线上会议。欧盟方面再次表态支持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在泽伦斯基与特朗普会面前，德国、法国等国家已提前与基辅进行沟通，表示欢迎一切努力，但前提是，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增强乌克兰的安全与防务能力，并被视为欧洲整体安全的一部分。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则直言，明天是关键的一天。在抵达美国之前，泽伦斯基还先行访问了加拿大，与总理卡尼会面。卡尼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25亿加元的财政援助，并称基辅的夜袭再次证明西方站在乌克兰一边有多么重要。白宫随后确认，泽伦斯基和特朗普将于12月28日下午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面。据多方消息，泽伦斯基此行的重点是敲定与美国共同拟定的20点和平计划细节，并在未来提交给俄罗斯。这份计划草案涵盖领土安排、安全保障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泽伦斯基承认，尽管美乌立场高度接近，但在让步空间、安全承诺和选举问题上，双方仍存在分歧。他也明确划出红线，乌克兰不会承认俄罗斯的领土占领，也不会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归属问题上让步。而特朗普的态度同样耐人寻味。26日，特朗普直言，他并不保证会支持乌方方案。没有我的批准，他什么也做不了，特朗普对政客新闻网这样说。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与泽伦斯基的会谈应该会很顺利，与普京的沟通也不会有问题。就在圣诞节当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许纳进行了一次持续约1小时的高层通话。双方围绕如何结束战争以及所谓实现真正和平的新构想展开了实质性讨论。
泽伦斯基事后形容，这是一场非常好的谈话，重点集中在未来和平协议可能采取的形式、领导人会晤的安排，以及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表。基辅显然希望能尽快把战争拉回到谈判轨道上，而这份由美方转交的和平提案也已经送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俄方正在认真分析相关材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表示，俄美之间的沟通虽然缓慢，但仍在稳定推进。但与此同时，普京本人却把话说得非常直接，如果乌克兰不实质性割让整个顿涅茨克地区，任何和平方案都不具备现实基础。针对泽伦斯基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草案，普京在12月24日回应称，俄罗斯或许愿意与乌方进行有限的领土交换，但前提只有一个，俄罗斯必须获得整个顿巴斯地区。从战场现实来看，俄军几乎控制了卢甘斯克全境，并掌控了顿涅茨克地区大约 75% 的土地。这也意味着俄方所谓的让步，本质上仍是要求乌军从顿巴斯全面撤离。12月26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与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几乎同时表态，俄罗斯不排斥与美国对话，但谈判不等于让步，更不会接受只谈过程不谈结果的政治表演。随后，普京在与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闭门会议中再次强调立场，可以讨论交换，但顿巴斯的归属没有商量空间。为什么普京在顿巴斯问题上如此强硬？原因并不复杂。第一，这是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缓冲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理位置敏感，紧贴俄乌边境，一旦在这里退让，就意味着在防御线上主动后撤。第二，这是普京必须保住的战果。从俄罗斯国内政治来看，放弃已经控制的大块顿巴斯领土，很容易被解读为战争失败，这对普京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第三，顿巴斯涉及现实的经济利益，当地的工业、能源和矿产资源对俄罗斯的供应链和军工体系仍有价值。第四，也是最现实的一点，谈判筹码。只要顿巴斯不松口，普京就能在其他相对次要的问题上保持灵活空间。但问题在于，现实正在不断侵蚀这种强硬姿态。战争已经持续将近4年，俄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却仍未实现既定目标。无论从人力、装备还是经济承受能力来看，继续高强度消耗都是一条危险的路。要想完成完全控制乌东4州这个最低目标，俄罗斯需要把进攻持续到2028年，并承受更多难以想象的损失。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具备可持续性。12月27日，普京视察了俄罗斯武装部队指挥所，并与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及各作战群指挥官举行会议。他对外表示，在俄乌边境建立缓冲区的行动进展顺利，俄军正在顿巴斯和扎波罗热方向推进。与此同时，普京指责基辅并不急于和平，并暗示西方部分人士正试图推动乌克兰接受条件。在《金融时报》看来，这番话明显是在影射即将举行的佛罗里达会谈。但同一天，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出威胁，如果不接受和平方案，俄罗斯将以武力实现所有目标。问题是，这样的威胁在近4年的战争现实面前，已经显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如果武力真能解决一切，战争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在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基辅的同时，乌克兰同步升级对俄本土的远程打击行动，其中就包括莫斯科一带。空袭相继引发多座俄罗斯机场临时关闭，近400架航班出现延误或被取消。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27日下午到晚间，莫斯科遭遇了近期规模最大的一轮袭击。大量乌克兰无人机分批进入俄罗斯首都空域，几乎覆盖了莫斯科的多个方向。面对突发情况，俄军紧急启动防空系统，同时对首都空域实施临时管制。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俄罗斯最大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航班起降被迫受限，空中交通明显放缓。不久之后，弗努科沃机场也进入所谓的地毯模式，暂停航班运行。与此同时，莫斯科周边的卡卢加机场同样出现类似情况，影响并没有止步于首都。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也出现了航班延误。
这个机场此前多次被用作莫斯科的备用机场，但这一次同样莫能完全避开冲击。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70个航班出现不同程度延误，69架飞机被迫改降备用机场，另有42个航班直接取消。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随后承认，机场确实采取了临时限制措施，但他同时强调，整体影响不大。按照他的说法，俄军防空部队共击落了111架无人机，其中21架的飞行方向指向莫斯科。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就此次行动做出公开回应，具体战果如何，恐怕还需要等待后续的卫星图像来验证。但有一个趋势已经很清楚，进入2025年以来，乌军针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次数明显增加。俄罗斯的主要机场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被迫关闭，航班取消的频率也已经超过以往多年的总和。对很多莫斯科市民来说，战争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前线，而是开始实实在在影响到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停下。就在27日夜，萨马拉州的塞斯兰列油厂再次遭到袭击。现场视频显示，油厂的 ELOUAVT 武装置以及多个油罐受损，远处可以清楚看到燃起的大火。画面中，多辆消防车正紧急赶往现场救援。需要注意的是，这座炼油厂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就频繁遇袭，这已经是近期的第3次。紧接着，12月28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起了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范围从莫斯科周边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多地传出爆炸声。先看莫斯科方向，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至少有21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俄罗斯国防部随后给出的数字更高，称当天共拦截了111架乌克兰无人机。空袭带来的直接影响很快体现在航空系统上，卡卢加、亚罗斯拉夫尔、伏尔加格勒以及莫斯科的弗努科沃机场先后关闭了数小时。与此同时，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航空运行一度陷入混乱。除了首都圈，能源设施也再次成为重点目标。在俄罗斯萨马拉州，瑟斯兰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消息称，无人机可能击中了炼油厂的 ELOUAVT 武装置，2座变电站也受到波及，导致瑟斯兰部分地区停电。当局宣布全城进入紧急状态。战火同样波及乌东和克里米亚方向，被俄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具体损失仍在核实中。在克里米亚，多处目标被指遭到打击，包括瓦尔代雷达站、雷达侦察指挥所，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附近的俄军无人水面舰艇储存和发射基地。综合多方信息，在过去24小时内，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俄军指挥所、仓库以及后勤基地都被列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目标。可以看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行动正在从象征性打击，逐步转向对俄方交通、能源和军事节点的持续施压，其影响已经明显扩散到俄罗斯本土的日常运转层面。2025年12月28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04天。先看战场整体情况。最新战场信息显示，多个方向战斗仍在持续，但俄军推进依旧受限。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发动进攻，不过目前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战线基本维持原状。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情况相对复杂，俄军持续向这里施压，重点集中在米尔诺赫拉德北部，但仍未能完全占领该区域。根据 Deep State 最新地图，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一线的灰色地带有所扩大，说明交战频繁，但并不等于控制权发生改变。如果俄军想要彻底拿下这里，仍然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代价。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胡利亚波列一带的动作也引发关注。他们尝试从中部、北部和南部进行推进，但方式更多是小规模渗透、插旗式行动，目前只是抵达定居点外围，并未真正攻入，也没有改变胡利亚波列的控制权。Deep State 的地图同样显示，俄军只是扩大了外围灰色区域，并未完成占领。库皮扬斯克方向，信息战的意味反而更浓。
尽管大量公开影像和战场证据显示，乌军在该方向取得了一定进展，俄罗斯军事博主也公开质疑官方说法，但俄国防部仍在12月27日宣称重新控制库皮扬斯克，并将其包装成一次重大胜利。这类明显与战场现实不符的宣传，更像是刻意制造认知混乱。事实上，俄罗斯方面近期频繁对外宣称夺取米尔诺赫拉德、胡利亚波列、库皮扬斯克等地，把尚未实现甚至并不存在的战果描述为既成事实。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在通过认知战试图影响美国方面的判断，进而对泽伦斯基施加谈判压力。在其他方向，包括哈尔科夫、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莱曼、西维尔斯克、科斯蒂安蒂尼夫卡一线，俄军依旧维持进攻态势，但同样没有取得明显突破。战争研究所 ISW 在最新评估中指出，俄军目前已无力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战略预备队。在未来1年内，俄军只能以缓慢、零散的方式推进。限制他们的不只是兵力动员问题，更在于装备损失严重、补充能力不足，已经难以恢复机动作战能力。战场上出现骑马、骑驴，甚至依赖摩托车作战的情况，本身就说明廖俄军的现实困境。这场战争已经持续接近4年，在付出超过120万人的巨大伤亡之后，俄罗斯仍未完成哪怕最低限度的战略目标。这样级别的消耗，俄罗斯还能承受多久，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最后补充一条已经确认的消息：12月26日，2名在乌克兰服役的 HK 志愿兵，分别23岁和30岁，编入乌军第141旅，在扎波罗热前线战斗中阵亡，向他们致敬。同样在12月26日，波克罗夫斯克东北部的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第1亚速军团发布视频显示，他们成功阻击了俄军一次装甲突击。俄军当时出动了3辆坦克、7辆装甲车和7辆全地形车，并试图在卡泽尼托列茨河上架设浮桥渡河。在乌军火力打击下，浮桥未能完成架设，突击行动最终失败。整体来看，战线仍在拉锯，但战场现实与宣传之间的落差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最新战况更新，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方向胡利亚波列战线出现明显反弹。根据多方战场信息，这几天扎波罗热的战斗强度明显上升，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胡利亚波列一带。目前，乌克兰第425突击团已经重新推进到胡利亚波列城区，正在对进入市区的俄军展开清剿行动，战斗主要以小规模突击和巷战为主。稍早之前，俄罗斯部队一度在胡利亚波列方向撕开乌军防线，这次突破也暴露出当地乌军在指挥协调和阵地纵深上的一些问题。俄军趁机占领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营级指挥所，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乌克兰总参谋部的高度重视。随后，乌军迅速调动精锐部队，第425突击团被投入战场，对胡利亚波列展开反攻。尽管俄方宣称再次夺取定居点，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战斗并未结束，城区仍处在反复拉锯之中。双方在城内展开巷战，乌克兰空军持续提供支援。据前线消息，乌军几乎每天都会投放20枚以上滑翔炸弹，用来压制俄军集结点和火力阵地。而就在这条战线战事白热化的同时，另一条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俄罗斯反对派武装之一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创始人丹尼斯·卡普斯京近日在扎波罗热前线遇袭身亡。相关消息显示，卡普斯京是在执行作战任务时遭到无人机打击，当场阵亡。目前这一消息已被多方证实。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志愿军团是目前活跃在乌克兰一侧的3支俄罗斯反对武装之一，另外2支分别是俄罗斯自由军团和西伯利亚营。俄乌战争爆发后，这些部队选择与乌克兰并肩作战，直接对抗俄军。卡普斯京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2024年，这些俄罗斯反对武装甚至一度攻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在俄境内建立过短暂但有效的据点，对莫斯科的心理冲击不小。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
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